大家好，我是13N。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如何更换机油。如果你没有看过我上一篇认识机油的话，或是你对机油不了解的话，我强烈建议你可以点右上角这一边，然后先点来看一下，然后来了解一下机油。没关系，我这边等你，你可以先看完。好啦，那你今天对机油有初步认识之后呢，我们就来更换机油。我这次更换了2台，一台雅马哈的滑胎车，那另外一台是忍300。那这2台拿出来做介绍，是因为2台的滤芯使用的是不一样的。那虽然滤芯不一样，可是更换机油的步骤其实大同小异啦。所以我这次跟我一起讲解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就先讲Kawasaki 这台忍300。那我先给你看我换机油的工具。我这边有扳手、有盆子，然后我有个换机油转接头，那当然还有漏斗，然后再来就是机油是用 Kawasaki 的10W40的原厂油。那我知道它的车主手册上面写的油。那为什么我这边是用矿物油没有用合成油的话？其实我上一篇有讲原因啦，基本上就是因为不用白不用，被别人送的。再来就是因为 Kawasaki 本来这台车就不是个高性能的，像防晒那样子，矿物油切换的话也不是问题。好啦，那首先呢，换机油你就要先拆车壳。那有些人只拆忍者下面的那个车壳，可是我这边右半边我直接拆下来，我觉得比较方便，一整片拿下来。好，那拿下来之后呢，在换机油之前，记得你要先热一下车子。那你也不用说好像要去骑一趟或怎么样，你就直接拿起来原地热一下。主要就是想让机油流出来的时候，温温的嘛，它这样的话流动速率比较快。好了，那因为这台车的滤芯呢是在排气管前段旁边，所以我这边会先包个铝箔纸，不然等一下如果要拆滤芯的话，机油滴下来会滴到前段。那机油如果滴到排气管啊，那只要一热起来啊，就这里就会冒烟。所以新手如果不知道的话，有时候换完机油觉得车子冒烟吓到，车子怎么会冒烟？该不会是坏掉还是怎么样？其实不是，就可能就是机油滴到你的排气管这样。所以我现在把铝箔纸包住的话，就没有这个问题。等一下之后清理也好清理很多。那你从机油窗口呢，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个机油应该已经很黑了，表示用了一阵子。那因为全新的机油的话，其实还有点半透明状嘛。那你换机油的时候呢，盆子要记得摆好，那是下面的机油的 drain plug， 也就是那个放机油的螺帽。那摆好的位置原因是因为有时候机油流出来之后，一开始可能会先用喷出来的，位置没有抓好的话，有时候如果你喷到地板没有喷到盆子里面，那就之后清理很麻烦。好，那位置摆好之后呢，你先把上面松开，上面松开之后，你就可以拿扳手把下面的螺帽转开了。转开之后呢，你就看开始流。那等它都流完之后呢，可以看一下，这机油真的很黑啊，跑了差不多4000多公里。好，那右边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来换那个机油的滤芯。基本上滤芯应该用手用力转是可以转得开，可是依照不同的店家，可能前面有人帮你换机油，可能说比较紧，那你就要像我用转接头，然后去把它转开。好，那转开之后呢，也小心拿，因为机油会慢慢滴出来嘛。好，那换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先来换滤芯。那我这是Kawasaki原厂的滤芯，然后在换之前，上面有个橡胶垫片，你先涂一点新的机油上去，然后有点像是做润滑。好，那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它转回去。那其实转机油呢，我靠，这 Tesla 也太屌了。好，那你锁滤芯回去的时候呢，记住你千万不能锁太紧。通常你用手转紧就可以了，也就是所谓的 finger tight。不过当然你可以照它车主手册上的磅数特别去做调整。
好，锁好之后呢，罗茂这边的垫片呢，通常手册应该会说是每一次都要换新垫片。不过很多车主他们可能会重复使用个2到3次，但重点就是不能漏油。好，锁进去之后呢，螺帽当然也是要照车主说的磅数来锁，一定要锁紧。好，那上面呢我们就可以用漏斗放机油啦。那如果你没有漏斗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你其实很简单。像我之前我就会直接拿保特瓶开口剪开，然后里面擦干净，就变成一个现成的漏斗。不过因为我汽车跟摩托车都是自己换机油，所以我这边就有漏斗可以直接用。好，那倒机油呢，你可以从机油窗口看一下你大概倒了多少，或是你可以看车主手册里面有写说，这台车需要多少公升的机油，然后自己去做计算。然后倒好之后，当然就把上面锁紧啦。那倒好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来热一下车，然后呢这个新的机油去循环一下。那当然，你之后再骑的时候，你还要回来再检查一下，说，机油是不是倒的量是刚刚好？因为你跑的时候，可能有些机油就是进到滤芯里面的时候，那个数量会改变嘛。所以从机油窗口那边可以看得到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雅马哈滑胎车换机油的方式。那其实前面都一样，只是因为我这台车排气管是在引擎上面。所以我这边不需要摆铝箔纸，那一样前面也是先热车，这样机油比较好流出来。好，热完车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下面螺帽转松。那转松之后，上面也一起打开，然后就盆子接好，然后就开始换机油啦。那这边蛮特别，就是因为它的滤芯是内置的，然后所以是在引擎这边的下方，把它盖子打开，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滤芯。好，滤芯就拿出来。那旁边你看到这盖子上面也都有垫片。那像这部分呢，其实也是要涂一点新的机油，让它滑一下，然后再放回去。我这边是用 K&N 的滤芯。那放进去的位置呢，其实你不可能放错了，因为它前后有凹槽。你如果放错的话，基本上是塞不回去的。不过这点当然还是要看你的车主手册，因为每个滤芯其实还是有点不太一样。好，那放进去之后呢？那记得锁的时候也是要交叉锁，不过因为毕竟是3个螺丝，所以你就对向这样锁，然后照你车主手册上面写的数字把它锁紧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把机油倒进去啦。那我这边可以从机油窗口看，当然我也是可以从车主手册看一下多少分量。然后你可以看到，我现在是用 Yamaha Loop 的原厂机油。我之前有想，因为在特价，我就直接买了。那因为我换油算蛮勤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不是问题。好了，那这个Yamaha跟其他车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还要做个测试。做一个测试的地方呢，就是在引擎的另外一边，上面有个小螺帽。那热车的时候，很快速的去摸看看，只要那边有机油流出来呢，就表示你的机油其实有循环到引擎的上方，那就没有问题。不过这个步骤其实是只有在特定的越野车上面才有啦，一般车应该不会有这个步骤。好，那雅马哈换完油之后呢，也是一样。那之后热车可能骑个1圈，然后检查一下车子有没有漏油，然后或是油不够的现象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油超过的话，那你就必须要放点油出来。好了，那这次换2台车的机油呢，希望这个过程对你未来换机油有些帮助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个赞。那之后还会有类似的保养影片，那也赶快订阅，不要错过。谢谢大家。哦，好经典的古董车哦。